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邵峰。中国出大事了，一边是广西几千名学生集体罢课走上操场抗议，一边是体制内员工的护照被集体收缴，全面禁出国。而在上海，访民被困家中，断粮断药，黑监狱又回来了。同时，电商双11冷清的异常，主播集体失声，官方号称500亿补贴，却没掀起半点热度。从校园到中南海，从手机到护照，从直播间到黑监狱，中国正在进入一种诡异的低气压状态。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，中共召开4中全会之前。您听说了吗？广西玉林有一所职校，几千名学生集体罢课，原因竟然是校方不让自由用手机。事情发生在10月16号晚上，广西玉林第一职业中专的校园突然热闹了起来，不是开晚会，也不是搞活动，而是几千个学生集体走出教室，聚集在操场、教学楼走廊，高喊口号，直接抗议。为啥这么多人不顾后果也要罢课？原来几天前学校突然出了一份学生手机管理制度，规定学生每天只能在固定的3个小时内用手机，其他时间必须上交手机，由学校统一保管。听起来像是为了学生学习考虑，对吧？但问题是，这条规定是在学生入学2个月后才出的，也就是说，当初招生宣传时根本没提过这茬，现在想转学也来不及了。这下子学生们直接炸锅了。有学生说，我们是职业学校，又不是普通高中，学校管得也太宽了吧。还有人担心手机被收上去，万一丢了坏了算谁的？再说了，手机现在不仅是社交工具，还是学习生活必需品啊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当晚有老师拿着灭火器到现场，试图驱赶学生，气氛一度非常紧张。虽然目前学校还没有回应，但学生们表示他们不会轻易放弃，会继续抗议，直到学校撤回规定为止。其实，在美国一些州的学校也对学生用手机有控制，但方式很巧妙，比如用央的袋子，学生进校门的时候把手机放进特殊的袋子锁上，但手机还在自己身上，放学时再解锁，既管控了使用，又保护了隐私和财物。这种方式说不定更适合参考。您怎么看？学校这种手机管控是合理引导还是越界管理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学生们不满手机管控，走上罢课抗议的路，而在体制内，另一种封锁也正在悄悄上演，但被限制的不是手机，而是护照。最近，国内不少央企、金融机构突然收紧对员工出境的控制，不只是个别单位的决定，而是一场悄悄展开的系统性行动。从金融、能源到交通、科技，从年度限次到全面暂停，多重信号显示，当局以风险防控之名，推进一场针对体制内人员的监控升级，所有出国计划全部暂停。故事是这样开始的：11长假刚结束，一名在北京央企工作的马先生接到主管通知，要他立刻上交护照。不仅是他，整个部门甚至普通员工也都被要求交回护照，人事部统一保管，出国审批已全面冻结。他说，我们刚从国外回来，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，就被要求交护照。我猜是上面怕资金流失或者信息外泄吧。这还不是孤立，多名央企内部人士透露，从10月初开始，陆续有央企和国企接到口头通知，暂停一切出国审批，不论签证是否办妥，行程是否已确定，一律暂停出境计划。最先被锁住的是涉外能源和金融单位人员，他们被列为高风险群体。早在11前夕，多位知情人士就已披露，银行、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
以口头要求处级及以上管理人员，原则上每年只能申请出境一次，但需要逐级审批。这种做法并没见到公开的红头文件。黄金周结束后，相关政策延伸到了部分央企和地方国企员工，甚至还有员工爆料，公司直接下令护照交出来，通知虽然还没正式下发，但你最好现在就当它是正式的，说是为了防止在政策出台前管理出现空档。这种事熟悉体制的都懂，上头的红头文件还没下来，下面就已经开始预执行了，稳步对接，宁可提前执行几天，也别出乱子。有趣的是，这些限出令是在中共四中全会的前夕，很多体制内的人都感觉到了那股空气里的紧张气味。多名体制内人士形容，现在气氛很紧张，高官们足不出户，很多原本能讲的话，现在也不敢说。熟悉政策制定流程的观察人士陈卫民分析指出，这波暂停出国可能是风险防控逻辑的延伸。近年中央对国有资产和人员外流问题格外关注，出国行为不再仅仅被视为个人行程，而被纳入政治安全范畴。因此这次搞的出国冻结是一个更深层的信号，中共中央正在以防风险为由，全面掌握体制内人事动向。换句话说，以前是防外逃、防贪腐，现在讲的是政治忠诚、信息保密、安全控制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种做法是否会成为未来常态？是应对敏感时刻的短期措施，还是代表体制性收紧？没人能确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夕，这场静悄悄的收缴护照风暴已经在体制内掀起不小的震动。如果说禁止出国还只是隐性的控制，那么接下来这上海访民的遭遇，则把维稳的手段推向更黑暗的一面。四中全会临近，上海的维稳也再次升级，一位普通访民险些被送进黑监狱，已经断粮断药；另一位维权人士则已经被关进了黑监狱。上海年过70的老访民于中欢，因房子被强拆问题维权超过30年。10月16号一大早，突然发现家门口来了几波陌生人，穿着保安制服，但说话阴阳怪气，自称要他高升，要带走他。于中欢一听就明白，那就是公安内部强制关押人的黑监狱的代号。他立刻在微信群里发出求助，请附近的访民过来声援。他说，以前有访民被他们带走后关进地下室，不久就离奇去世了。他非常担心，一直在拒绝那些人。一个人难以对抗，但很快14位访民陆续赶到现场，他们分成2波，一波报警，一波守在于中欢家门口。访民们报警后，警方赶到，访民和警察声明抓捕骚扰访民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。最后双方谈妥，一半访民去派出所见所长，一半守在于中欢家门口。期间，社区人员说这些保安不是社区叫来的。接着警察也说那些保安已经撤离了。结果访民们回到于中欢家门口，却发现保安还在，于是又再次报警，又去一趟派出所。就这样从早上一直折腾到晚上10点多。后来访民、警察等大部分人撤走了，但还有4个保安留在于中欢家门前监控。于中欢被封控在家，已经多日被断药断粮，情况非常不好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有人因为只是来看望他，遭到了失联式的打压。上海维权人士、大学退休教师顾国平和另一位访民刘杰梅10月15号坚持要去看于中欢，结果顾国平第2天就被送去了崇明岛的一处黑监狱。警方直接告诉他，本来不想关你，就是你昨天去看了于中欢。顾国平电话表示，他们怕我爆料，怕外媒关注，因为大纪元报道了于中欢被困、断粮断药的情况，还提到了国际关注，他们就急了，
怕白宫看到后施压，所以才一大早要把他关起来。但顾国平说，只要人还在家里，他们就收不走手机，就还有曝光的机会。进了黑监狱，手机一收，整个世界就听不到这个人了。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，每当中共的所谓敏感日期间，侵害人权的维稳都准时到场。上海另一位访民刘东宝就是3个月前被带走，从此失联，到现在没有任何音讯。问题是，谁有权利决定这些人应该消失？又是谁在幕后策划这一切，悄无声息地清除？这就是中共四中全会前中国一些地方真实发生的人权现状。你可能想不到，如今当局拼命维稳这件事，连钱都快不够用了。如今他的维稳方式悄悄地改变了。中共四中全会即将召开，按照以往，全国各地敏感人物要么被请去喝茶，要么被强制旅游，住酒店，远离家门，断开通讯。但今年情况变了，这次不少人都收到相同信息，没钱了，今年就别旅游了，直接在家关着吧。从北京、成都、贵州到上海，越来越多异议人士、学者、维权访民被要求居家管控，不能出门，不能上网，门口有人盯着。北京的吴先生说得很直接，高瑜、查建国、蒲志强、张宝成这些人全都被上岗，被派人盯守在家里，这次没被送走。另一位独立学者张女士说，公安直接上门，警告她不能再在推特上发言，理由是赵紫阳的名单快到了。她当场怼回去说，我有发言自由，谁给你们的权利不让我上网？四川成都也一样，当地李姓访民说，从10月15号开始他就被看守了，理由很明确，怕他去北京上访，或者去悼念赵紫阳。以前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被请出去吃饭住酒店，但这次没有。陈云飞、谭作人等维权人士直接被要求不能乱跑，去哪儿都要报备。更讽刺的是，贵阳的人权研究会成员黄先生透露，这次维稳方式的改变是因为预算没批下来，于是几位人权研究会成员只能被困在家里。有的人被24小时上岗看守，有人则接到任务，每天拍张照片上传，标出自己的位置，甚至连门口的岗哨也从2个人变成1个人，连人力成本都压缩了。这不是玩笑，这是真实的中共维稳策略发生的改变。而在北京、房山、上海等地，情况更加紧张。访民村里，警察天天来抓人，一车一车拉到访民接待中心，解访人员再把人带回原籍，直接拘留。上海的王先生说，往年这时候政府可能会给点钱，安排你去崇明岛农家乐避风头。今年呢，钱也不给了，人也不走了，直接软禁在家里。有的朋友可能要问，为什么还要维稳？为什么动不动就上岗或者强制旅游？答案其实藏在这次的改变里。以往地方政府财政宽松，有钱搞维稳，大事小事全靠撒钱解决。而现在钱没了，维稳方式也得优化了。问题是，压低维稳成本能换来真正的稳定吗？中共如今连维稳都要省钱了，这不是说明他的状态已经真的开始吃紧了吗？还记得曾经全民狂欢的双11吗？今年可变得有点冷清。电商平台喊了1个多月，补贴比天高，但因经济持续低迷，阿里巴巴和京东等中国零售商不得不将其1年1度的光棍节促销活动延长到最长5个星期，但是消费者的热情似乎并没有跟上。从9月中下旬开始，阿里、京东、抖音等平台的双11预热就陆续开跑了，但不管是声势、主播、宣传，都和以前大不一样。先来看电商平台的自救策略吧。
阿里巴巴10月16号在上海举办的发布会上宣称，对这一年度最大销售活动投入前所未有的资金，打出史无前例的500亿元补贴，主攻顶级消费者88 VIP 会员，还重金推动即时零售，确保1小时内送达。京东也不甘示弱，10万款商品号称全年最低价，甚至推出2元包邮的5万条保暖内衣。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国内应用程序也在同一天开始销售。平台急了，但大主播们却集体沉默了，这是怎么了？往年一到双11，李佳琦、董宇辉、辛巴、罗永浩这些带货大佬早就排满日程，轮番轰炸了。可今年呢，李佳琦虽然还在直播，但状态明显不对。在直播间里，他罕见的吐槽压力巨大，你们真的要逼我退休了，每天搞新花样，我也是人，不是神啊。他说话的样子不像是在搞促销，更像是在向观众求饶。而董宇辉、罗永浩、辛巴几乎都没有额外的直播场次安排，连交个朋友直播间也就只做了一个双11专场。整体来看，今年的双11显得格外冷清，这与以往的双11期间明星助阵、热搜不断、铺天盖地的宣传形成鲜明对比。曾经热闹非凡的双11，如今连预热视频都少得可怜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归根结底，消费降温了。11长假期间，虽然人流量大增，但消费金额却创下3年新低，这直接影响了双11的信心。消费者现在更谨慎了。北京一位49岁的冥想工作室老板邓雷说得很直接，我唯一想买的是一双舒适的运动鞋，但还没看到真正喜欢的。更别说大件商品了。分析师预测，今年第4季度家电销售可能下滑2成。去年热卖的洗衣机、空气炸锅、扫地机器人，今年都退烧了。而对厂商和平台来说，今年已经不再是怎么卖的更多，而是怎么让人愿意买。雅各布·库克说得更现实，人们可能不买家电了，但可能会升级一部手机。换句话说，消费还在，但选择变了，态度也变了。曾经的双11是全民狂欢，是买到就是赚到。如今的双11是平台拉长战线，主播压力山大，消费者捂紧钱包。热闹似乎还在，但味道变了。您今年会买双11的东西吗？还是看看热闹就好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您对这场消费盛宴降温的看法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